从今年开始，国内空中汽车的风越刮越大，然而还没有哪个品牌正式投入市场使用。但是在遥远的沙特，这个具有超能力的国家已经抢先一步购入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为空中小巴，直接打造了一条朝觐专线。从外表上看，这款型号为 EH216S 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长得颇像放大版的大疆无人机，在飞行方式上也与大疆无人机差不多，都是不需要跑道，直接垂直起降。不过 EH216S 的螺旋桨更多，总共有16个。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是，哪怕其中的5个螺旋桨坏了，它依然能够保证平稳飞行，这一点就足够令人震惊了。毕竟它的体型可不小，是一台长 6.05 米、宽 5.73 米、高 1.93 米，能坐下2个成年人的航空器，并且它的飞行速度也不慢，最高时速可达到130千米，单程续航为30千米。发布这款 EH216S 的企业是亿航智能控股有限公司，而与 EH216S 同时发布的还有搭载重空中物流运输的 EH216L 以及用于高层消防的 EH216F。这些航空器在阿布扎比 DRIFTX 盛会中一亮相演示飞行，就成为了全场焦点。从阿联酋王子、民航局到政府官员，包括媒体代表以及大量当地观众，都为这一创新交通科技的前沿成果而连连惊叹。因此，作为正在积极推动空中交通发展的沙特，看上世界首款完成适航认证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H216S 也是情理之中了。那么问题来了，沙特为什么要大量采购 EH216S 呢？虽然沙特不缺钱，但是 EH216S 的价格也并不便宜，239万元每架的价格，要大批量买来当空中小巴，确实也略毫无人性了些。沙特有2个特殊的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前者由于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而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后者则是穆罕默德的陵墓所在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信徒们需要在一些特定日子往返这2个城市朝觐，而这2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还离得挺远的。以吉达作为参照物的话，麦加位于它西北约160公里，而麦地那则位于它西部约260公里，因此要在这2地之间往返还是挺不容易的。无论是自驾还是公交，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如果仅仅是耗时比较长也就算了，偏偏沙特还是个沙漠国家，对碳排放特别在意。大量信徒在2地之间频繁往返，如果都采用陆上交通方式的话，无论是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还是在水和能源的消耗方面，都确实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令人大呼吃不消。因此，在2018年，我国就已经帮沙特建了一条连通2地的高铁，也是世界首条穿越沙漠地带的高铁——麦高铁。但是光有高铁也并不能完全满足沙特居民们的出行需求，毕竟兜里有钱，追求更舒适、更快捷的出行方案也是情理之中。于是，沙特交通物流服务部和民航总局就拍板采纳了空中小巴的出行方案，也就是跟我国采购无人驾驶航空器 EH216S 来作为朝觐专线。这样的话，在2地之间穿行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比我们出门坐地铁还快。并且由于 EH216S 搭载了人工智能，能够自动规划好最合适的航线，因此即使大量引进也不会造成空中堵车的情况，只要设置好目的地就可以放心的乘坐，让 EH216S 自行规划、自动驾驶，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当然，即使是朝觐之外的淡季， EH216S 也可以充当空中游览、空中物流或者是医疗应急响应的神器，总之是怎么用都好用。EH216S 无人驾驶航空器可以说是我国近年来的大国重器之一，但问题是沙特土豪高价买了，为何国内还没普及？不要急，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你现在打开某电商平台搜索亿航316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沙特同款在售卖的，价格也是相当童叟无欺的239万元，只不过截止目前为止销量还是0。这说明一个问题， EH216S 不仅已经量产，而且完全可以像大疆无人机一样面对广大用户进行销售。毕竟它已经于今年4月7日获得了中国民航局正式颁发的生产许可证，也是全球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行业内首张生产许可证。相信在相关规章制度逐渐完善之后，空中小巴将迎来爆发期。届时，我们除了能乘坐航天器快速往返于2城之间，从此异地通勤不再是问题，还能在城市里驾驶航天器穿梭观光。
5D 角度观赏更立体的风光，而能够通过手机 app 呼叫的空中出租车，更是能带你飞越早高峰与晚高峰，在缓慢流动的车河之上迅速掠过，帮助你享受更有效率的出行。当然，除了载人场景，1000米内的低空空域航天器还能为坐在23楼的你送去热乎乎的外卖，让同城闪送真的能一闪即达。对于需要器官移植或者异地调用血浆、急救药品的紧急场景，更是能够随时起飞，更快到达。毕竟这样的航天器小巧灵活，起降方便，比直升机需要的停机坪更小，而且用电驱动的特性也让它更绿色环保，一个充电桩即可补能，也就注定了它的使用场景更多，诸如高频货运、特色旅游、应急救援、城市空中出行等，都可以只依靠一个公交站台这么大的场地就能满足需求。因此，我们大可以期待空中小巴、空中出租车普及的那一天，到时候可别忘了去尝尝鲜。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